印度努力追求核潜艇技术，会给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威胁？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印度强化潜艇力量建设，对中国航运形成潜在的巨大威胁。上周六，有人在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水域附近拍摄到了印度海军唯一的一艘核动力攻击型潜艇查克拉号正在进入南海。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表示，这艘核潜艇正在返回俄罗斯。查克拉号是印度2012年向俄罗斯租借的，提前归还还是因为这艘潜艇的状况已经非常差劲，没有办法再为印度海军提供人员训练的服务了。印度海军的核潜艇操作水平非常差，近几年来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故，比如发射导弹集成了自己。查克拉号曾经在2017年撞上了码头，把潜艇脑袋上的声呐给撞坏了，花了2000多万美元才修好。然而在这一连串的笑话背后，是印度海军坚定追求核潜艇的国家意志。印度一直把印度洋视作自己印度的海洋，虽然任何一个海军大国都没有把印度这番表态当作一回事，但是印度海军的建设一直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特别是当中国经济崛起之后，穿过马六甲海峡前往苏伊士运河或者是波斯湾航线呢，就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动脉。在中国的国家安全界一直有着马六甲困局的忧虑，这样的忧虑呢，主要是担心美国海军会在马六甲海峡采取封锁行动，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石油进口。印度对于马六甲海峡的威胁却很少被提起。然而实际上，印度海军在东岸的主要基地距离马六甲海峡的出口比美国的迪戈加西亚基地还要近得多。一旦印度获得了可靠的潜艇力量，对马六甲海峡的威胁也比美军还要严重得多。另外美国虽然是一个霸权主义国家，但是和中国有着非常紧密的经济联系。中国的进出口是否健康，实际上会严重影响到美国自身经济。印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虽然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和印度的贸易一直呈上升的趋势，但是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印度来说，对方在自己的经济规模当中所占的比重都不算太大。如果矛盾激化，印度是下得了手的。印度虽然是一个文明古国，但是在政治智慧上却不能让人有太高的期望值。2019年的时候，印度为了展现自己的大国地位，实施了一次反卫星实验。这种实验无论是苏联、美国还是中国都做过，但印度实验的轨道和国际空间站非常接近，而国际空间站上还有3位活生生的宇航员正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国际空间站不得不紧急改变轨道。我们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印度在从事军事的时候，由于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从来都是考虑不周的。那么在马六甲海峡这个问题上，也不能指望印度人会有什么深谋远虑。他可能仅仅为了一个简单的面子问题，或是为了向世界证明自己能够在印度洋有所作为，就会出动潜艇集成中国的货轮甚至军舰之类的。实际上，中国海军前往亚丁湾护航的过程当中，就曾经遇到过印度海军派出小型战舰尾随监视的情况。不得不说，印度海军潜艇部队对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石油进口是能够形成严重威胁的。商业运输是非常脆弱的，只要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航运公司和船员们就会立即逃得远远的。很少有人会冒着生命的风险去跑船，这必然会导致商业运输当中出现中断以及费用大涨的情况。这些费用的上涨最终也只能由消费者来承担，对国际贸易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假设印度在这样不顾后果的追求核潜艇装备和战斗力，那么以后中国在整个印度洋进行武装护航，恐怕是一件不得不采取的军事行动，甚至在情况严峻之际，摧毁印度的潜艇部队也是不得已的军事手段。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次再见。